她的子宫大到像怀孕，大概像快32周，每一个都挺个大肚子。我好像变成产科医生了，都要帮他们做剖腹生产。30岁以上，大概1/2的人都有长肌瘤。子宫肌瘤再大都可以保留子宫。我最近碰到子宫肌瘤的病人，一天正好有3个，都是长子宫肌瘤，而且每一个子宫肌瘤都非常大。我给各位看一下图片，她躺在开刀房，整个子宫像怀孕一样。最后我们把肌瘤拿掉，她总共肌瘤大概2.5公斤。所以这个病人，你说他知不知道还有肌瘤？他跟我讲他不知道，他说他以为他只是胖，所以肚子变得很大，所以长到这么大才来治疗。但实际上他每一次月经来的时候量非常非常多。像这个也是一个病人，她的子宫大到像怀孕，大概像快30周、32周，非常大。那这个病人也是一天正好有3个，每一个都挺个大肚子。我好像变成产科医生了，都要帮他们做剖腹生产。所以子宫肌瘤这个大概实际上呢，一般来讲大概30岁以上、35岁以上，大概1/2的人都有长肌瘤，但是只是看它的大小。好，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子宫肌瘤大概多半只有2个症状。单纯的子宫肌瘤，如果不合并内膜异位，也不合并肌腺症，它几乎月经来不会痛。它只有2个很简单的症状，大家只要记住就好。第一个压迫，它可能会压迫到膀胱，造成频尿，可能会压迫肠子，变成便秘。第一个就是压迫，因为太大，像这种肌瘤太大了，绝对会对肠子造成压力，也对膀胱会造成挤压，造成频尿的效果。第一个就是压迫症状，第二个就经血过多。一个肌瘤如果我们今天长的位置我们不要讲，因为一颗肌瘤也许很少，肌瘤长得太靠近子宫腔，它月经量就会很多。但如果这个肌瘤子宫在这里，它长了一颗这么大15公分，它的月经量可能也不多，所以也可能不多。但是15公分你会不会摸得到？大部分都摸得到。所以很多人都以为自己胖，但是你一定要留意，你的肚子摸起来大大的，然后有可能很软，一团肥油一样，那个可能不是肌瘤。但是如果你自己觉得你的下部很大你绝对不是肥胖引起的，你摸起来这个子宫肌瘤是硬硬的像我们这样，你摸起来会绝对有所感触，绝对摸得到，这硬邦邦的，它是实心的，它并不是一些像海绵一样的组织像这个就肌瘤，并不是你变得很胖，所以你整个肚子长了一大堆油，不是。所以子宫肌瘤大概只有2个症状，第一个就是压迫，第二个就经血多。所以如果你有这2个症状，你可能要到妇产科去做一些检查。子宫肌瘤再大都可以保留子宫。我曾经碰过一个最大大概是50-60公分的子宫肌瘤，她正好在怀孕，所以我在怀孕当中先用剖腹生产把小孩子生出来之后，就顺便再把这个肌瘤拿掉。肌瘤拿掉之后呢，后来她隔了大概3年，她又怀孕又生了。所以大家都会好奇，一个50-60公分比篮球还大的肌瘤，如果放在肚子里，你怎么把它拿出来？我是正好在剖腹生产的时候把它拿掉的。那为什么我敢拿那个肌瘤呢？因为我做了一件事，这个是大概过去我曾经得过大概世界论文奖大概内视镜手术的世界论文奖大概第1名。实际上我在做肌瘤切除之前，我先把它的子宫动脉先封锁，所以当我在拿这个肌瘤的时候，它出血量就很低。即使在怀孕当中，我还敢做这个动作。一般可能是不太愿意的，因为怀孕当中子宫充血很厉害，你要去拿那个肌瘤失血会吓死人，你2条血管打进去，那输血可能都来不及。所以我是做了一个子宫动脉阻断术，所以他把这个肌瘤拿掉，很大，一个50-60公分一颗篮球，所以我拿掉之后子宫断成2截，我再把它缝好。后来3年半之后她又怀孕，后来我们又来手术，再把那个小孩生出来，这时候已经没有长肌瘤了。好，现在关键了，
子宫血管阻断术，这是我曾经大概在国际上很出风头的一个手术论文。所以它有2个目的，第一个，它可以减少手术当中你切除肌瘤的时候造成的失血过多，因为子宫动脉是2条很大的血管，它是供应子宫，同时最重要的是供应肌瘤的成长。所以我在做肌瘤切除之前，我先把2个子宫动脉阻断，我再去拿这个肌瘤，失血就会变少，同时它会导致肌瘤未来的复发几率降低，但是绝对不敢讲说完全不会复发，因为子宫肌瘤的养分供应几乎单纯都是由子宫动脉来供给，所以当我把子宫动脉阻断之后，肌瘤的供应血量降低，但是子宫本身它除了2个子宫动脉，它还有很多血管在养子宫，所以即使我把子宫动脉封阻了之后，这个子宫还是照样有月经，还是这样正常的功能，正常怀孕，完全不会受影响。但是子宫肌瘤就缺少了它主要的供应养分来源，所以我做动脉阻断的目的，第一个是让这个肌瘤在切除的时候就失血量很低，第2个就可以预防未来再发生肌瘤的可能性。所以这是一个即使你做子宫动脉阻断也不影响你未来的生育能力，同时降低你子宫肌瘤复发的比率，同时你在做肌瘤切除的时候也会减少你的流血的量。很多肌瘤如果没症状，就像我讲的子宫肌瘤2个症状嘛，一个是经血过多，每一次流血流很久，第2个是压迫。如果你今天没有症状，你长了一颗7、8公分的肌瘤，你说要不要切除？在我的意见里面，我是不建议做切除，你说不定半年追踪就好。因为长肌瘤的人，大概你30、35岁以后，1/2的女生都有长，那些小颗的，或者你即使长了很大的一颗肌瘤，但是你没有症状，你就追踪啊。追踪的比例大概就每半年要追踪，一直到更年期以后。所以你原来假设有一个20公分肌瘤，你都没有动啊，你也没症状，停经之后你还是要定期追踪，这个观念很重要，不见得每个肌瘤的病人都要接受手术。如果大家喜欢这段影片，可以跟你的朋友分享，然后甚至收藏，甚至提出任何问题。将来我们会找一个机会，把所有的问题收集起来，拍成一个完整的影片，回答每一位朋友的发问。